大家好，改个方式来呈现家庭种植的方式啊。先不再将单一作物的种植生长做记录，而改成种植的目的、用途与种植环境调整。会这样做，除了更贴近种植规划，也让种植新手与忠实又有耐心的观众呢，更能在种植规划上有不同的想法。个人种植的方式主要是对自然农法的认知与搭配环境进行调整。因为种植环境已经持续好几年的时间了，这种方式可以呈现不施肥的变化与可能性啊。虽然这种方式对影片的观看群众会在缩小，但是却可以验证使用自然农法后土壤的改变。现在挖掘的黄浆是由一小块黄浆长出的数量。过往种植黄浆主要都是养成老浆再进行采收啊，但是一小块浆只要给予时间生长后再采收，就足以长出非常多的数量。就家庭种植而言，有个特殊的采收方式啊，就是需要时就挖一点来使用啊，在使用上算是不虞匮乏。至于过往种植几乎都是放养，偶尔浇水啦，平时有当作绿化环境，避免长草的用途啊。在冬天需求量比较大时，价格又比较贵的时候，才整丛挖出分送啊。现在只挖一丛就挖出这么多的量呢？天气酷热，挖出这么多浆的意义，只是因为大家非常喜欢上方的嫩浆啊。尝试拿来腌制做成开胃菜后，结果一大罐，大家吃着玩很快就被吃光了。这没有想象到的意外结果，却提供了夏日多一种凉菜的可能性啊。有了新的用途，才会提早整丛挖起，方便就地再加码种植嫩浆的原因啊。而现在一边进行清除的是恼人的草根啊，这里长了一种草，根系会钻很深啊，在地底就算没有日照，但是就是不会死掉，而它的根系会到处蔓延，只要有机会让它钻到地表，就会开始长叶蔓延了。清除不掉，就只能采用与它共存的方式啊。在每次整地时，只将接近地表位置的草根除掉，不然大概得挖很深，整个区块都翻过才有机会啊。至于后院地势原本就比较高啊，还有办法将土壤垫得这么高的原因，则是一开始挖掘蓄水池时，拿来摆放多余的土壤啊，陆续在土壤里添加有机质后，看起来才有如此疏松的感觉啊。至于这种土壤产生质变后，用途就可以更广，附近若是有需要用途，就可以利用掉，也方便在净空过程中继续将更下层的草根除掉，这样就可以多出一个制作活土的空间了。但是因为最近又继续扩大了蓄水池啊，此处土壤就先拿来帮一旁的老姜进行覆土，顺道将表面新出芽的嫩姜暂时寄养在一旁啊，等增添一点干树叶后，才再拿来种植啊。而由于地势比较高，顺道先预留一些土壤在一旁，方便日后需要覆土时所用。而这一大桶黄姜的数量，原本就只是使用一小块进行种植啊，只是种植的时间比较长，才会有这么多的数量。接下来这是台风来临前的土壤状态，经过整理后太过于干净是优点也是缺点啊。这跟一旁的土壤色泽相比，就是单调许多了。而另一侧的鸡蛋花在矮化过程中留下了饮水枝条，
很快就已经加速长出新的枝叶了。所谓的土壤单调，好歹土壤也要有一点干树叶啊，更理想是可以有小树枝支撑有机质啊。只是要把树枝弄碎需要进行加工啊。偷懒的方式，先修剪了七里香，将修剪下来的枝条摆进种植槽晒干啊，让叶片干枯后自行脱落。七里香的种植就不只是造景或是篱笆，正式加入了后院种植循环利用的行列。正常而言，若是没有下雨，只要几天的时间，叶片就可以完全掉光啊。只是刚好遇到了台风，下方的叶片才没得以完全脱干啊。而七里香除了开花很香之外，它的茎或是叶片也应该含有精油的成分啊。这精油晒干焚烧时，会产生类似柑橘类树干的香味啊。至于先将叶片覆盖在土壤表面的目的，从过往经验会很容易吸引蚯蚓进驻啊。这是主动式的自然循环农法。毕竟黄姜种植需要比较长的时间，加入了蚯蚓的活动，也方便不用干涉生长啊，让种植槽内可以有天然自主营运的效果。而这些叶片的效果，除了可以疏松土壤，也可以提供蚯蚓充当食物啊。蚯蚓的活动有助土壤透气，还有帮忙施肥的效果。而要加入自然循环这件事，如果标准要求设定得非常高，难度自然也会变得非常高啊。比如说，一般的介质土会加入米糠这件事啊。首先，若米不是有机种植，米糠上的农药残留量大概也只有办法做到检出要求的标准量之下。这就像很多人在做环保酵素时，都说有先把果皮清洗干净一样啊。但是农药的残留量其实很难完全清除了，因此酵素使用的糖蜜才会从自己种植的甘蔗而来。而要把设定标准拉得这么高，只是觉得既然是要自己种啊，材料的来源就尽可能靠自己来。也因此，耐修剪的七里香进入了循环，也是等了好几年了。这样高标准，也是因为后院的外围菜地种植的蔬果都是种来自己吃的，方便设定成接近深山里的生长环境，与世隔绝的自然条件还不算太难了。目前唯一无法克服的大概就是水源了。虽然个人是这样做，但是没有建议大家跟着做，因为这样做很花时间，也比较需要场地啊，感觉也跟现实的环境太过于脱节啊。这种种法就当作是自然农法的积极实践啊，也是满足好奇，在没有化肥前的作物呢是如何生长。接着就开始将寄养在一旁长根的黄姜取出。黄姜育苗很简单，只要用土壤盖住就会长根了，所以取幼苗的时候只要简单就可以拉起来。慎重的话也是可以带土移植啊。由于此处已经预留日后覆土，先将土壤翻到一边，地势比一旁的老姜低了不少。因为主要是要拿来种植嫩姜，没打算让黄姜堆叠生长，因此间距大约只有10公分啊。若是往上生长时，则需要立即覆土，帮助嫩姜生长。而嫩姜建议采收的时间是5月到10月啊。现在的天气越来越热，可以采收的时间理论上也是可以延长啊。
而这草根一旁的空间大约种植了15丛，这样要分批重复采收，或是一次进行腌制，因为耐放，所以不是问题啊。而个人在腌制时加进了前院现采的金桔啊，吃起来更是酸酸甜甜啊。目前前院的10生苗金桔又开了一次花，只是不知届时呢能否顺利的搭配上。而这一旁看起来比较肥沃的土壤，则加种了一排黄姜与甜油菜花。油菜花种子说明可以4季种植，但是田间呢，通常是秋冬季的稻子采收后，因为晒田的时间比较长，才会在中间空档进行大量撒种啊。没有采收完，还有充当绿肥的效果。由于这个位置也算是日照比较低啊，就顺道尝试看看夏季种植的可能。很多菜4季都可以种植啊，但是却不是4季都好吃哈。因为此处很方便浇水，就先让甜油菜花先上场试菜啊。经过5天后，已经开始陆续长出幼苗，只是不知有没有办法突破蝸牛的攻击啊。以上是后院一角的种植啊。台风过后，其实还追种了6、7种菜啊。剪辑影片的速度呢，有点赶不上菜生长的速度哈。以上是辅助式的自然农法，谢谢收看。